23万美金，700万台币，这不是什么买一栋房子的价钱，而是这3张宝可梦卡牌最近的拍卖价格，它们都来自一场奇妙的摄影比赛。欢迎收看《卡牌说书人》。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卡牌说书人柯柯。每一张卡牌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今天要介绍这3张卡牌也不例外。让我们把时间拖回到1999年3月21号那天，有一款 N64 上的电玩游戏 Pokémon Snap 宝可梦随乐拍上市了。它是一款第一人称的摄影动作游戏，而在上市之后，为了推广游戏，宝可梦公司举办了2场摄影比赛，分别和《快乐快乐月刊》这本漫画以及任天堂自己赞助的综艺节目《64马里奥体育场》合作。和一般拿相机起来拍的摄影比赛不太一样，宝可梦随乐拍的摄影比赛是让玩家用自己在游戏里面拍摄到的宝可梦照片来参加比赛。你是不是在想，游戏摄影比赛啊，不就萤幕截图按一按，然后上传网络丢一丢就好？拜托，那是1999年，天堂1都还没有出现在台湾的古早年代，网络没有那么快好吗？当时如果想要参加这个比赛，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首先当然是拍照，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在游戏里面拍好，存到图库里面就可以了。不过再来就开始比较麻烦了，参赛者要带着卡带，前往 Lawson 超商，花300日币，利用里面的特制机器来把卡带里面照片印成贴纸。不过那时候印刷没有那么快，光是印个贴纸要等个几天才能拿。除此之外，你也得好好保留自己的卡带跟资料。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入选的话，任天堂会要你把整个卡带寄回去给他们啊。那原因我们后面会讲到。最后，等你拿到贴纸之后，就要把贴纸贴在明信片。OMG， 我都不记得自己上次寄明信片是什么时候了啊！贴纸贴好之后，再把明信片寄到指定的地址。经过前面我们说的重重关卡，你才能完成活动报名。说到这次活动，就不能不介绍一下举办这次活动的平台。首先是快乐快乐月刊，1977年由小学馆出版，包括哆啦 A 梦啊、妖怪手表、魔法少年假修之类的知名作品都曾在快乐快乐连载。另一个活动平台则是一档东京电视台的节目，名叫64马里奥体育场，当时就是由任天堂赞助，用来宣传任天堂游戏和活动的一个电视节目。有这么好的曝光平台，宝可梦随乐拍的比赛肯定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再来就要讲到最重要的奖品了，这场比赛的奖品大家肯定猜得到啊，就是宝可梦卡牌。但特别的地方在于，赢家会得到以自己拍的照片作为插图的卡牌，名额也不多。快乐快乐和64马里奥体育场各只有5位获奖者而已。这10位获奖者当时收到了1封信，里面除了制式的恭喜恭喜之外，还有属于他们的奖品卡。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两边得奖者拿到的卡片数量是不一样的。快乐快乐月刊那边拿到了20张，可是64马里奥体育场那里却只拿到了15张，原因已经不可考。但是如果你知道什么原因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但无论如何，有得奖就是赞。接下来要带你看一下这10张奖品卡。值得一提的是，一般来说，宝可梦卡牌的左下角会用 Elast 加上画家的名字来注明卡片的插图是由谁画的。但因为这次的奖品卡是用游戏截图来制作，并不是插画，所以左下角的文字也改成了 photo 加上得奖者的名字，最后还有一个括号注明了宝可梦随乐拍，这样之后的玩家就比较不会搞不清楚这些卡片是来自哪里的。后来随着时间过去，因为在市面上流通的数量不多，这些卡片也屡屡创下很高的成交纪录。暴鲤龙2018年以180万日元成交，瓦斯蛋2018年以180万日元成交，片花种子2020年以210万日元成交，极冻鸟2021年以640万日元成交，鲤鱼王2022年则以1365万日元成交。到了2023年，这3张卡则创下纪录，每张都以超过200万台币的金额卖出。1999年的时候，也许很少人会想到今天这些卡片会成为梦幻级的存在吧，会造成这些卡片后来的飙涨，稀少性当然是最重要的因素。除了每张卡片只有15或20张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卡片最初都只集中在得奖者一个人的手上。你想想，要是其中一个得奖者一个不小心在搬家什么时候把卡片弄丢了，那这张宝可梦卡牌真的就从此只存在这传说里面了嘞。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卡牌说书人是我们的新计划，未来我们也将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卡牌的故事，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哦。我是卡牌说书人柯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